今天咱们吃一个刺身铁板烧自助。大家好，我是程飞。咱们现在在这个天津的时代奥城这边啊，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说，这家花和出了一个三文鱼主题的自助餐，只要158块钱。这价格对于日料来说还是很美丽的。那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这中午11点半刚开业，就让我排号。其实我们比之前还提前开餐了半个小时，以前我们11点嘛，现在都移到11点。4点半拿了号，这回应该能吃上吧？咱这个怎么点餐呀？咱直接用微信扫着二维码点餐。微信扫码是吧？对对对，行，谢谢。一位是吗，哥？对。咱点餐时间是2小时制的，然后酒的话是不包含在自助内。好嘞，行，谢谢啊。他这里扫码点餐，然后想吃什么自己点就行了啊。因为毕竟是158的价位，所以太值钱的好像也没太多啊。三文鱼主题，咱们就每个三文鱼都尝尝啊。三文鱼皮、酱烤三文鱼、铁板蒜香三文鱼，全是三文鱼啊。然后刺身也有一些常见的便宜刺身，甜虾、扇贝、西鲮鱼。这日料价格就是虚高啊，随便点点，这第一波就已经1300多了。这个是限量1份的三文鱼腩。刚才那片儿厚切的啊，非常厚实，脂肪的香味很足啊，这个品质还是不错的。刚蘸了一下，它这个酱油里头就已经有油花了。这第二片切的薄了一些啊，口感就略逊一筹，但品质是没问题的。口蘑和牛粒、铁板鱿鱼。它这个肉感觉是那种调理牛肉啊，一个简单的黑椒口，口蘑很厚实，很大块儿。三文鱼铁板，谢谢。多少吧这个？没事没事，等会儿啊，谢谢。虾裹上那个面包糠，炸完之后啊，然后这标准的一个炸物，然后周围再淋上这种咸咸的带点甜味的汁儿，海盐柠檬，感觉就是加了盐的雪碧。酱香口的葱爆鱿鱼啊，鱿鱼品质还可以，而且还挺有嚼劲儿。这菜已经陆陆续续上来了，咱们就一样一样开始吃吧。先吃这个炸猪排，不快点吃就凉了。这壳很酥啊。它这不知道加的是什么，里边裹的不是纯肉，芝士啊，它在这个肉上头加了芝士。肉本身虽然很薄，但是加了芝士之后，而且它这淋了2种酱汁，还有一个沙拉酱。这吃的体验就感觉是这个肉汁水很丰富啊。虽然本身没有多少肉，但它这个料理味道，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好，谢谢。炸虾饼，感觉就是那个虾滑裹上外边裹上一层面糊，炸出来，壳是很酥啊，但是这个虾滑的含虾量不高。有这个独立的完整虾肉，但是整体来说虾味不是很浓，优先度不高。这是三文鱼牛油果一口酥，我不太爱吃牛油果啊。确实很酥啊，三文鱼切碎了，
都切得非常非常的碎，完全没有三文鱼的口感了。三文鱼蟹堡，这跟三文鱼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吃出三文鱼的感觉啊。一个炸蟹堡的做法，炸完了之后在上面浇上类似于千岛酱的酱汁，里边馅儿是这个蟹柳和玉米粒儿。我还是更喜欢那种芝士焗蟹堡。柠檬虾，虾就是铁板煎熟了之后撒了点海盐，可能应该是得配合柠檬挤出汁儿吃啊。芝士焗大虾，他们这个店里头虾用的还不是同一个批次，这个虾就没有那个炸虾那个虾的品质好啊。但是我爱吃这个芝士这个口。菌菇酱烤三文鱼，这应该算是今天吃的正式的第一个熟三文鱼啊。它这个吃的有那么一种就是蛋白质经过炙烤之后产生美拉德反应的香味啊。但是熟的三文鱼本身就会变得很噎很干。这个酱有什么用啊？难道是让蘸着吃吗？是该怪我没有用那个三文鱼蘸着酱吃，还是应该怪他没有把这个酱直接浇在三文鱼上边啊？铁板烧肉，就是很常见的肥牛卷哈，跟这个洋葱啊，跟这个辣椒，还有胡萝卜，好，谢谢，一起在铁板上给炒熟啊。很基础、很常见的一款铁板菜。芝士扇贝，便宜的铁板烧里我就爱吃这个了。扇贝啊，好像是那种散装扇贝啊。铁板生蚝，这两个大小还差的有点多。这是蒜香口的了，一口，也还不错，蒜香还带点辣味儿。简单吃了一些了啊，这给我的反应就是，这铁板烧的价格回到10年前了哈。它这家店是158，然后好像说是它刚卖券的时候是128，虽然可能现在买不到了啊，但就158这个价格来说啊，这年头这价格还能做到这品质，我觉得是非常不错了。明确的可以告诉你啊，它这没有这个值钱的食材，但是它把这些就是相对低端的食材做的还挺好吃的，这种让人体验是不错的啊。那咱就接着继续吃炸鱿鱼须，这个咋不给个酱料啊？这个体验稍微差了一些啊，一个是可能凉了之后都已经开始反油了，吃的特别的腻。那个就是说它这炸的有点偏硬，比脆的基础上还有偏硬一些啊，算不上一个优秀的炸品。三文鱼鸡蛋羹，就是鸡蛋羹上面撒了点三文鱼碎。这三文鱼蒸熟了之后也变得特别的柴啊，得亏多看了一眼，要不然这牙得崩了，差点那一口直接进嘴啊。这鸡蛋羹上面撒了点三文鱼碎，完全没有契合度啊。鸡蛋羹不错，辣炒花甲，我觉得啊是不如随便找个大排档去吃啊。它这酱汁儿是这个比较偏浓稠的那种口感，然后是咸香口带了点黑椒口。蒜香三文鱼皮，这个是炸的蒜末。鱼皮也是炸的非常的酥啊，但就是感觉熟的三文鱼不好吃啊。这个就是吃一个口感了啊，吃了那第一口的酥脆和第一口的油香，吃完两个我就已经感觉很腻了。
这个渣儿就不吃了啊，全是油。三文鱼塔塔脆皮卷儿，这当个甜筒吃，别有一番风味。底下铺了很多这个黄瓜丝儿，这个应该是盐烤三文鱼下巴，还是有肉的。这个肉就怎么说就不柴啊，而且这个是带着这个头骨嘛，就跟那个平常咱们吃那鱼嗦鱼头似的。这个三文鱼下巴我觉得比其他的熟三文鱼要好一些。点了仨寿司，一个普通的三文鱼寿司，两个这叫什么炙烤焦糖三文鱼寿司。贵的日料里都这种大米饭，咱就平常不吃了啊。这便宜的咱尝尝。寿司能有啥味儿呢？是吧？三文鱼刺身没问题啊，这寿司就没啥问题。这个焦糖嘛，就撒了点糖，吃着甜甜的，味道就不会是那么的单一了。泡菜炒牛肉，听名字上来看，从样子上来看，印象中它该是什么味儿就是什么味儿啊。但是这个泡菜的量实在太多了，大家就别点了。买袋泡菜，买盒冻肉卷儿，大家也能轻松复刻。三文鱼炒饭，感觉就是酱油炒饭上混进去几个三文鱼碎，跟三文鱼没什么关系。把这个泡菜牛肉卷儿跟它一起拌着吃。芥末虾球，他家别的店这个芥末虾球都很好吃啊，看看这个店，酸甜口混着淡淡的芥末味儿，饱满的虾肉外层裹了一层薄薄的外壳，感觉他家这个虽然是好吃，但是没有他家其他店好吃。这叫水果沙拉还是水果拼盘呀？这个应该是在每个菜之间穿插着吃啊。新鲜水果，撒了点酸奶，浇了点蓝莓酱，甜腻效果很好。榴莲千层，榴莲都已经快成泥儿了，皮儿也不是那种一些自助店里那种都干巴了的。这个榴莲千层算是一个不错的甜品啊，尤其是在这个价位里头。咱后面就剩一个天妇罗了，你要不再加点它嘛？哎，好嘞，谢谢啊。天妇罗10分钟左右就能出来了。OK， 经过长达1小时的激战啊，这个桌上的熟食都已经全部吃干净了，就剩下最后的刺身了啊。点了一个刺身拼盘和好多的这个叫三文鱼刺身啊。你要是高端好点的日料啊，咱肯定就不点拼盘了，因为它通常会把这个拿很多便宜的西鲮鱼啊和这个甜虾，这个给你凑数啊。但是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低端日料，所以说咱就点一个刺身，看看它的品质。飞鱼子，这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口感我还是很喜欢的哈。但是大家可能要注意，就是别一口吃太猛，它这个如果吃太多的话，嘴里还是会有明显的腥味儿。豪横一把，过瘾啊！它这三文鱼还是挺不错的。这个三文鱼的性价比而言是远超这个价位了。
你像有一些它那种150、6的一些综合自助里头啊，它也会有这种刺身，三文鱼刺身，但是那种呢，要么不敢吃，要么吃了可能也不是很好吃哈。他家这个毕竟是专门做这个，这品质还是可以的。现在咱们只剩一个刺身拼盘了，然后先加个菜，再接着吃啊。这个棒肉，吃着感觉好脆啊！低价值料理啊，吃这些便宜刺身，就不用考虑哪些成本高，哪些成本低了啊。当然了，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就是说这个盘子里出现的刺身，咱们以后高端的这个日料里头就都别点了啊。第一轮就这个天妇罗，不知道为什么耽误1个多小时啊。然后同时咱们这个第一轮其他菜品也都吃完了。这虾还是很饱满的，油香很明显，酥脆度差了点啊。点的第二波上来了，有些是觉得还不错的，又点了一些，然后剩下的是一些还没有点的甜品类的啊，像这个榴莲千层一下点了5个，金针菇肥牛卷一份就1个，这好像是照烧汁的，咬下去那一口那个爆汁还挺好。你这炸猪排虽然里边没什么肉啊，但这味儿还行，所以又点了一份。就是咱们要最后一次点餐了，2小时制的，还有在家人。我不用了，谢谢啊。点餐2小时，吃着不现实是吧？对对对，吃你可以在这吃个。行，谢谢啊。好。虽然我爱吃这个芝士扇贝多过于这个蒜蓉的，但是他家这个蒜蓉确实做的比这芝士的好。一开始点的炸虾又点了5只。芒果布丁儿，滑滑弹弹的，就跟果冻似的，吃着也甜甜的。焦糖布丁儿，但是这个弹性很足啊，但是它这焦糖好像是没有凝固。有点意外之喜，它这布丁里有点那种咖啡的味道，咖啡糖那种感觉。这个糖是那种糖浆，它不是那种焦糖化了的，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糖液，这感觉好像是特别准备的糖浆。对，好像应该是那种咖啡店的糖浆直接挤上去了啊。它这个做法本身就不是焦糖布丁，虽然没吃到焦糖比较遗憾，但是它这个布丁是好布丁。榴莲千层，小哥，给你车上。好，谢谢。然后咱们来看看他家的冰激凌，然后咱们来看看他家的奶昔，都可以直接喝了。
没玩里还给配了一根百醇，感觉他家这个冰激凌啊有巴西的档次了。OK， 吃完出来了，咱们简单做个总结。整体来说，对于这个价位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但是咱们要是详细来说的话，从两方面，一个是先说它的这个三文鱼吧。它这个三文鱼主题，我觉得啊，可能噱头大于实际啊。大多数情况下，熟的三文鱼，我觉得没有生的三文鱼好吃。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前面一个基础上，很多人会因为这个三文鱼主题慕名而来啊，点了一堆三文鱼的料理，但结果发现并没有那么好吃，浪费了吃别的食物的机会。但如果是抛开三文鱼不谈，已经是能够在它的这个价格上尽可能做到最好的了。它这家店的优点啊，也就是这个在158块钱这个便宜的价格基础上啊，占了一个性价比高，但是本身的这个性能啊、味道其实并不占据优势啊。打个比方，就是说是你60块钱吃到80分水平的东西，和你100块钱吃到100分的东西啊，那性价比而言肯定是60块钱吃到80分的要高，但是它就是一个便宜，但是它的味道啊各方面就是比不过那100分的，这样我们能理解吧？啊，就单说这家店的味道啊，你跟他家其他店比，跟那个大鱼铁板烧比，都是比不过的啊，就差了一个价格便宜。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大鱼哪天要是有一个200元以下的券，那就是大鱼的优势更高了啊。那么好的，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您带来好的胃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程飞，咱们现在在这个天津的滨江道这块啊，4月上半月的时候啊，这块新开了一个分解集市牛排火锅自助，好多小伙伴说让我来看看啊，今天约了个朋友一起来尝尝他家怎么样。走着，这个楼梯设计的很有艺术感，烟火降临，浪漫发生。现卤牛排，这块还有各种卤味儿。那肉是在这儿拿吗？切的在这儿拿。哦。稍等一下呢。等了半天，拿到了。下边这个冻肉卷看看就好，这边各种常见的火锅涮品，这边也是，种类还是挺丰盛的。这个粉蒸肉看着还不错啊，水果、小料台。第一波的东西拿完了，咱先慢慢吃着。因为啊，他家这个调料它比较的稀啊，所以我这小伙伴他就自己带了一个调料。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好杂好乱啊，说的好听点说是种类丰盛什么都有，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找不到重点，又有这个鲜牛肉，又有卤牛排和各种卤味儿，各种辣锅涮品，又有串香，饮料的种类太少了，就4、5种软饮和白开水，还有酒类了，饮料方面不太行哈。先来看看它这个牛排哈，它这毕竟名字就叫分解集市牛排火锅。这个应该是一个主打菜品。块头很大，嚼着很过瘾啊，也很入味儿。但是感觉捞出来之后汁水就不足了，有点柴，有点噎，炖的也不够软烂，不够烂乎。正常自助里出现这种水平的，能算得上好吃。如果作为一个主打招牌菜品来说，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不够格。看看它这个粉蒸肉怎么样？小伙伴刚才说这个他吃的很好。我咋感觉一般凑合？我觉得好吃呀。它这个米粉完全没有浸透这个油脂的香气。我觉得好吃。它下边还铺了好多的南瓜。南瓜倒是蒸的很透很烂，甜甜的。你觉得这牛排怎么样？我觉得还行，算很好吗？有点塞牙。良好还是没问题的。他家这糖蒜还是不错的，不是很好嚼，就是炖的不够烂。这翅根炖的很烂，一嗦肉就掉了。
这根肉在哪儿？它在那4个筐里，对，我没看见。它这个鲜肉是冻鲜肉啊，本身温度还比较低。尝口鲜牛肉，刀工不是特别好啊，这切的稍微有点厚。评价的话，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算不上太优秀。就是口感吧，它嚼着也不嫩，吃起来肉香味也不足，只能说它这个是啊，好看。只能说它这个是真肉，完了在这个价位上能接受。它这个锅底也不便宜啊，有0元的免费锅底，19.9块的单一锅，29.9块的鸳鸯锅和39.9块的全辣锅啊。然后有些地方好像就是团购的时候也能买到便宜的锅底。刚在番茄锅里头煮了块牛排，煮了老半天。稍微软烂一点的，它这牛排你夹出来之后啊，还是得在这个锅里头再煮一煮，煮完了之后这软烂度起码好了很多。扒完的虎皮鸡爪多煮一会儿，把它给煮烂了，又特别的吸汤，吃着还是很不错的。我感觉这还不如吃涮羊肉呢。我麻酱不好吧？那就说肉不好，肉不好可以，麻酱不好就是。不是我麻酱不好就给谁打他一下。他那个放牛排的锅下边那炉子都没打开，相当于就必须得再重新再煮一遍了。拿锅热就行，可以。这肉还都是凉的。热热。涮了盘毛肚，看看。它这品质就是水发毛肚，脑花一份就半个脑子。糯糯的脑花入口即化，还是非常淡的。煮了一盘这个牛排肉，这煮跟不煮确实不是一个东西啊。煮俩生蚝看看，没煮的时候感觉肥度不是很够哈。这个生蚝煮完了，怎么感觉更缩缩了，更抽抽了？起码它这个是生蚝啊，没坏。香菜丸子，这个丸子吃着就特别面，就感觉那个在打丸子的时候搅拌的时候没有打上劲儿。咱就锅里捞干净了，咱也给它吃干净哈。辣锅也捞干净了。肠胃不好的千万不要这么吃啊！感觉这真鸡灵在鸡打真鸡灵中都偷工减料了，甜味儿几乎没有，奶味儿也几乎没有，就是一个冰凉凉。这吃个自助，水喝了4斤多。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吃完了之后，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吃的东西，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点。糖蒜好吃，就是他家特色的食物，特色点不够突出，然后他家那些普通的涮品，别家又都有。这就导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他家没有特别推荐的亮点，比较平平无奇。
但是你说大缺点吧，也确实没有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价格问题。现在的原价是69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说啊，吃免费锅底还算是能接受，但如果再花钱买锅底去吃的话，我个人感觉就不太值当了哈。但是如果您在它这个开业之前买到了那些优惠的价格，最开始好像是47块钱一位啊，那这个价格来这儿吃是没问题的哈。那么好的，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